大家好，欢迎来到中老年之音，希望大家都过得愉快。感谢您的订阅和忍耐，我们每天都陪伴您。子女会不会帮父母养老？这5个细节给出了答案。每一代父母养孩子最大的目的就是为了防老。这种养儿防老的观念从农业社会开始就延续到了今天。之所以提倡养儿防老，就是因为整体的养老保障不足，只能让孩子来承担为父母养老的重任。养儿防老的观念其实符合孝道，问题是如今的孩子真的能够做到为父母养老吗？谁都无法给出绝对的答案。现阶段的生活变数太多，而普通人抵御风险的能力恰恰太弱了，以至于无数人渴望的养儿防老都成为了空谈。子女会不会帮父母养老？以下5个细节早已给出了答案。细节1：子女是否有充足的经济实力？常言道，有钱万事安好，无钱寸步难行。要想为父母养老，第一时间需要的就是充足的钱财。如果父母没钱，就需要孩子具备充足的经济实力，为父母养老。如今的年轻人真的具备充足的经济实力吗？基本都不具备。要是具备了，就不会有那么多买不起房，只能单身的年轻人。年轻人没有钱，父母也钱包羞涩，那养儿防老就会成为空谈。有可能父母上了年纪，还需要外出打工赚钱，自己靠自己养老。摆在普通家庭面前最大的问题就是钱财物质的匮乏。有钱养老就是简单不过的事，没钱就有可能家无宁日了。细节2：子女是否陪伴在父母身边？很多人会说，没钱只是小问题，只要子女陪伴在父母的身边就足够了。这所谓的陪伴，有那么容易做到吗？没有那么容易。这一点，我们只要看看每一年的春运大军以及返程大军的人数就知道了。为什么会有春运？外出打工的游子需要回老家过年。为什么会有返程？过完年的普通人需要背井离乡，去到大城市打工赚钱。也就是说，无数农村剩下的都是留守的孤寡老人，而这些老人的子女都外出打工去了，别说陪伴了，一年多见几面都困难。陪伴2字说起来容易，上下嘴皮子动一动就行了，可要想做到就真的特别艰难了。要知道，生了多个孩子却孤独终老的老人在农村数不胜数。细节3：子女是否有精力照顾父母？谈完了第2点，肯定有人会说，我不是农村人，而是城市人，孩子也在本地工作，怎么可能做不到陪伴呢？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先来说一个案例。陈先生的父母住院了，而陈先生需要996，连休息都没时间，就别说亲自照顾父母了。至于妻子，也没时间照顾老人，因为他们夫妻俩有2胎要照顾。幸运的是，陈先生的家庭有点余钱，可以雇佣护工照顾老人。雇佣护工一天就需要300块，一个月就需要9000块，难道说所有的家庭都给得起这个钱吗？不是所有的家庭都给得起这个钱。父母跟孩子住在同一座城市，也未必可以做到养儿防老。如今高强度的工作早已消磨了无数人的时间和精力。至于照顾老人，无数年轻人、中年人都有心无力。细节4：子女是否生了多个孩子？在细节3谈到了一点，陈先生的妻子也没时间照顾老人，因为他们夫妻俩生了2胎。养2个或者3个孩子所耗费的时间、精力、钱财就数不胜数了。对于这一点，网络上有一个问题，生了多个孩子的年轻夫妻，如果他们失业了，
或者赚的钱养不起多个孩子，那他们该怎么办？有一个答案：适当啃老。养一个孩子，年轻人还养得起，可要是养多个孩子，就不是普通家庭可以承担的了。一个工薪家庭，夫妻俩月收入1万，按中等收入来算，养一个孩子3000元，养2个孩子6000元，养3个孩子9000元，还不包括衣食住行、生病住院的花费。养孩子花光了夫妻俩全部的钱财，对于上了年纪的老人，他们不就只能放弃了吗？更重要的是，有多少夫妻可以做到月入1万呢？细节5：子女有没有孝顺父母的真心？谈完了赤裸裸的金钱物质，我们再来谈谈真心。我一直认为，真心这种东西比赤裸裸的金钱物质还要珍贵。从古至今，不是孝顺的孩子占了多数，而是不孝的孩子占了多数。前段时间，有一位著名的企业家去世了，无数吃瓜群众都表示很突然。可这些吃瓜群众不知道的是，这位企业家的亲人都在为了家产而明争暗斗。古时候的皇室也是如此，太子、皇子们都希望皇帝老爹快点死，自己好继承皇位。隋朝的杨广就亲手杀死了自己的亲生父亲杨坚。自古以来都是金钱易得，真心难寻，不麻烦子女，还不用住养老院，这3种新型养老正悄然兴起。养老可能是每一个成年人都会关注的话题。老人上了年纪，养老是迫切需要关注和考虑的话题。而子女要么要赡养老人，要么要考虑自己未来如何养老，对于养老话题也十分关注。传统养老方式面临的困境。兜妈前段时间和朋友们聊天，就提及养老的话题。我们这一帮朋友都还算得上年轻力壮，父母的身体和精神也都很好，生活完全自理，不需要他人照顾。但即便如此，随着父母年龄日益增长，养老依然是子女会密切关注的问题。而在聊如何给父母养老时，我们发现传统的养老方式存在着很多弊端。不麻烦子女，还不用住养老院，这3种新型养老正悄然兴起。1. 养儿防老几乎成为过去式。养儿防老是中华自古以来一种传统的养老方式。父母将孩子从小抚养到大，等孩子长大以后，再将父母接到家中赡养。在不少中国人的心目中，这都是一件天经地义的事情。但是现在，这种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因为之前的独生子女政策，当代年轻人有不少都是独生子女，也有很多家庭的夫妻双方都是独生子女。不麻烦子女，还不用住养老院，这3种新型养老正悄然兴起。这就意味着，一个双独生子女的家庭，在抚养孩子的同时，要赡养4位老人。这样一来，年轻人养老的压力就骤然增大许多。在过去，中国一直有着多子多福的说法，人们对孩子的教育模式也大多属于粗放式教养。在那个年代，家里多个孩子只是多一双筷子的事情，而且孩子稍微长大一点，就能下地帮家里干农活，顶半个劳动力。所以以前的中国人都是能多生就多生。不麻烦子女，还不用住养老院，这3种新型养老正悄然兴起。这样一来，等到老人需要养老的时候，养老压力是分摊在所有的孩子身上的，每一个孩子的压力就会变小一些。可是现在，家庭中养老的人手明显不足。或许现在的经济条件比以前好很多，儿女也都会给老人定时打生活费。但当老人卧床时，子女是否能抽出时间和精力照顾，都因现实压力而被迫打上一个问号。如今，
养儿防老已经要渐渐成为过去式了。不麻烦子女，还不用住养老院，这3种新型养老正悄然兴起。2、养老院养老弊端多多。有人说，如果儿女不能养老，那我就住到养老院去。随着养老设施的完善，养老院的条件比起以前已经好了很多，但是以大部分人的经济实力，还是只能住上比较普通的养老院。在这种养老院里，护理人员大多学历低、素质低、流动性快，因为工作辛苦、职业得不到认可、薪资不高等种种原因，养老设施中的服务人员一直有着较大的缺口。不麻烦子女，还不用住养老院，这3种新型养老正悄然兴起。在这种情况下，入住养老院的老人生理上也许能够得到较好的照顾，但心理和情感上都会有很大的缺失。而高端养老院的收费目前仍然居高不下。以某知名品牌为例，有人计算过，在该高端养老院住20年，老人或子女起码要有1000万的流动资金才住得起。新型养老已然兴起，不靠儿女不进养老院，老人还轻松。那么，除了以上2种传统的养老方式，老年人还有没有其他的养老选择？事实上，有3种不麻烦子女，还不用住养老院的新型养老正悄然兴起。1、在养老式社区养老。东妈的一位亲戚就住在养老社区养老。东妈曾到这位亲戚家里做过客，发现养老社区和养老院不一样。比起养老院，这种养老机构更像一个小区，有不少老人带着一大家子一起住在这里。不麻烦子女，还不用住养老院，这3种新型养老正悄然兴起。以东妈亲戚居住的养老社区为例，这个社区里有好几栋养老公寓，里面设置了养老套房、护理套房和普通用房等，以会员制的形式进行运营。这个养老社区地处郊区，靠山近水，空气清新，附近有商超、幼儿园、小学、老年大学、体检中心、老年医院、地铁口等，配套设施一应俱全。不麻烦子女，还不用住养老院，这3种新型养老正悄然兴起。在这里，吃饭有食堂提供的营养套餐，休闲有同龄老人和社区专门组织的老年项目，公寓内有专门配备的生活管家，确保能够照顾到老人的衣食住行。东妈的亲戚说，他在养老社区里住得很舒服，感觉自己状态都变好了。不麻烦子女，还不用住养老院，这3种新型养老正悄然兴起。2、抱团式养老。除了在养老社区养老，还有一种方式是老人们合宿养老。和养老院不同，合宿式养老是老人们自发组织的养老方式，指一群老人们住在一起，互相照顾养老。在人们心目中，老人似乎只有生活在家庭中，和子女儿孙一起享受天伦之乐才会开心。可是事实果真如此吗？其实，老年人上了年纪以后，再和子女住在一起，因为时代观念和想法的不同，难免会产生格格不入的感觉，反而没有和老兄弟、老姐妹们在一起时自在。不麻烦子女，还不用住养老院，这3种新型养老正悄然兴起。3、旅游式养老。旅游式养老也是一种新型的养老方式。在东北，有不少老人每逢冬天就会前往海南养老。海南有不少房子的户主都是东北人，而这批老人也被称为候鸟老人。旅游式养老和前面2种养老的不同，就是要求老人在具有一定经济实力的前提下，还拥有健康的体魄。
对于某些上了年纪、腿脚不太好的老人来说，这种养老方式就不太可行。不麻烦子女，还不用住养老院，这3种新型养老正悄然兴起。兜妈寄语：小的时候，父母就是我们最可靠的避风港，长大以后就轮到我们来为父母挡风遮雨、排忧解难。随着社会发展和时代的进步，养老方式越来越多元化，老人也拥有了更多的选择。而子女在赡养老人时，也要着重考虑老人的意愿，让老人能够人到老年，房子、钱财和子女，你能选择谁？3位老人说出真相，扎心。从古至今，在我们的传统文化里面，就有养儿防老的观念在里头。关于养儿防老，你会想到什么？大多人都有这样的想法，那就是自己辛辛苦苦把儿女带大，那就万事大吉了。因为只要儿女孝顺，一切的养老事宜就能迎刃而解。这样的想法在这个社会里面还是占大多数。为什么这么说呢？这不但受到传统观念的影响，还和很多的现实问题相关。当现实和传统观念一并向人倒压过来时，又有谁能顶着住这般的压力呢？所以说，养儿防老暂时会成为社会的常态，因为人的观念和现实的大环境，并非是一朝一夕就能改变的。另外，对于我们个人而言，养儿防老这样的思想有它特别严重的忽略性，那就是他没有考虑到孩子的处境和生活现状。要知道，在如此艰难的社会中，年轻一代能自己养活家庭就已经很不错，也许他们还需要你的支持。那么，真的能养儿防老吗？近年来，在生活中，大多人都喜欢拿钱财和儿女进行比较。有些人认为钱财过分俗气，过分没有人情味，对于养老毫无帮助；而有人认为子女也是人，他们也有力不从心的时候。这样的争论其实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基本上是说不清的。如此，我们可以从生活的现状中看看这2种养老模式到底谁最好。以下这3位老人说出了他们的心声。王阿姨，人到老年，还是儿女靠得住。邻居王阿姨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养儿防老观念的支持者。在她看来，金钱再可靠，也不如儿女围绕在身旁那般快乐。在王阿姨63岁那年，她由于在那家的厨房里摔了一跤，伤到了腰板，还引发了其他的疾病，也就只能躺在医院里静养。因为王阿姨退休前是公职人员，所以说她每个月的养老金是充足的。另外，她自己也有一大笔积蓄，足以让她安稳到老。可是，当王阿姨住院之后，不管是住院费还是护工费，那段时间的费用基本上都是她的孩子出的，甚至她的孩子还忙上忙下，身体力行地照顾王阿姨。用她自己的话来说，便是孩子不愿看到父母如此受苦，宁愿自己苦一点，也绝对不能亏待了父母。这样的话语其实就说到了王阿姨的心坎上。在她看来，自己的钱财再多，也不过是身外之物而已。她所需要的并非是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身外之物，而是能一直记挂在心里的亲情。一般来说，每个老人都想在亲情的温馨围绕中，幸福安稳地度过晚年，走到生命的尽头。可是，能有一个温馨的家，能有一群懂得感恩的孩子，已经很不容易了。就拿王阿姨来说，她的孩子宁愿自己出钱，宁愿忙前忙后，也不让母亲受罪。他们的行为能说明一点，那就是这群孩子有一颗感念父母的真心，而这样的真心可以说是不常见了。李大伯，人到老年，还是钱财最靠谱。同是老李的父亲李大伯，他今年70多岁了，是名副其实的70后。
这个年纪对于李大伯来说，应该是忘却生前身后事，和儿孙老友一同作乐的时候。可李大伯却有一个举动让人不解，那就是他整天把银行卡和房产证揣在身上，无论是谁也不能靠近他。看到李大伯的行为，同事老李感慨道：“我的这个老父亲呐，一辈子都不会相信别人。年轻的时候是这样，没想到人老了之后，这样的情况就更严重了。有些时候还真的挺心疼去世多年的母亲的。”听过到老李的这番话，其实就能看出李大伯的心思和他内心的想法，那就是儿女再好，都不过是儿女自己的行为和表现，可一旦儿女对自己不好了，自己又没有什么凭靠，只能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很多时候看到李大伯的行为，虽说有点自私，有点不顾人情，可他做的确实有几分道理。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人活到一定岁数，人心看透了，自然就觉得钱财房子才靠得住。最近听说李大伯还遇到了一件事，那就是他的3个孩子和他分家，想让李大伯能分割好相对应的财产，避免未来引发钱财争夺大战。李大伯听到之后连忙不同意，他说了这样一句话，发人深思。他说：“你们当孩子的，别总是想分家分财产，该照顾父母时，还是要照顾父母。我现在说好了，谁待我好，我把财产分给谁。”这番话很现实，很俗气，可又很有道理，因为这是一个老人内心的养老愿望和心声。郑阿姨，钱再多，不如有人办；儿女再好，不如一老伴。郑阿姨是某亲戚家的一个朋友，她今年65岁，而她的老伴今年66岁，年龄上相差不大。而且这2人还曾经在国企中上过班，有着不错的退休待遇。早些时候就曾听别人说，郑阿姨整天和老伴在国内国外飞来飞去，基本上是月月旅行，年年出游。在别人看来，这2人虽然年岁已高，却活得像神仙眷侣一样。有一次亲戚问他：“你的孙儿和孩子，你都不用照顾吗？你那些孩子都不用你的资助吗？”郑阿姨是这么回答的：“儿孙自有儿孙福，莫与儿孙作远忧。他们该怎样就怎样吧，我们再有本事，也不可能面面俱到，让他们都能心感幸福啊。只要他们自己过得好，我们自己过得好，其实对于这个家来说就足够了。况且孩子也支持我们多走走，毕竟上年纪了，过几年就走不动了。”亲戚听到后其实是很吃惊的，在他看来，对方不想当一个守财奴，一辈子窝在家里不出去，也不愿总是靠孩子来照顾，毫无自己的生活空间和生活能力。如此，我们能看到郑阿姨的想法往往象征了新的观念，那就是钱再多也不如有人办，儿女再好也不如一老伴。无论是房子钱财也好，子女儿孙也罢，每个人都有自己所能依靠的一切，只不过有些人依靠人，有些人依靠物而已。在这个社会，其实没有绝对的好，也没有绝对的坏，有的只是一种合适自己的生活。要知道，每个人的家庭不一样，每个人的经济状况不同，所以每个人的选择和偏重点也不相似。就像上文的李大伯，你可以说他自私无情，可不能否定的是，他自己拿着钱财和房产，终究有一个心安，终究能确保自己的晚年生活无忧。就像上文的郑阿姨，你可以说这种人你没遇见过，但有一点是要肯定的，那就是这样的人到处都有，并且还不少。他们不想依靠任何人，只想和爱人互相依存，白头偕老，相伴此生。养老生活要靠谁？这个问题没有准确的答案，因为在每个人的心中都有自己的选择。
只不过还是要说，不用看别人怎么选，按照自己的意愿选择最适合养儿防老。这种极度自私的状态，可以说是因为怕死，也可以说是因为他们那个几乎没有接受过教育的年代，服从指令顺从地传承着千百年来老祖宗们留下的那一套天理养儿防老。生孩子的终极目的是给自己养老用的。在这种坚定不移的信念驱使下，等他们老了，即使还能自理，也开始提前筹划如何让儿女给养老的计划。他们也察觉到，如今的儿女们好像跟他们那个年代的儿女想法不太一样。当然，他们那个年代因为寿命都不长，都几乎没怎么经历过照顾父母这一关，自然也体验不到其中的艰难。既然如今儿女们已经不再像24孝里宣传的那样单纯和纯粹，只能用一些手段才能实现养儿防老的计划，于是乎装病的、卖惨的、倚老卖老的、拿孝道绑架的、强势控制的、装聋作哑偏袒的，各种花式手段轮番上演，逼得儿女们只能拿出斗智斗勇的架势来应对这些给父母养老复杂的局面。当然不是所有老人都这样，但这样的老人在这一代老人中占了很大的比例，不然我不会专门拿出来跟大家探讨这种现象。身为这种老人家里的子女，在这样一个既要为生活忙碌奔波，又要每天跟父母斗智斗勇的日子里，可想而知神经负担有多沉重。爱不能恨不能逃不能气不能说不能垮不能。这些老人是很可怜的，他们唯一的精神和生活依靠就是子女，即使子女就是他们的养老工具人，那也是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滋生出的特殊需求，省吃俭用辛苦一辈子把子女拉着大。如果子女不能给自己养老，哪个老人能心甘？哪个老人心里能平衡？换位思考，如果我是那个年代的产物，我也会成为这种老人其中之一。没有信仰，没接受过教育，如何能正确看待生死？除了越老对死亡越深的恐惧感，他们似乎什么也抓不住，所以他们拼尽全力用折腾来得到来自子女的陪伴和照料，来获取那一点点不被儿女理解的安全感。以前我不能理解这些老人各种作和闹深层的根源，甚至会跟他们的子女一起厌恶这些老人。随着对这种老人了解的越多，却越发现他们是如此可怜和无奈。但看到被他们恶性循环百般折磨的子女，同样让人心疼又痛。养老的恐惧。送走95岁的婆婆，我义无反顾地住进了养老院。叙述：程阿姨。我就不知道，我们有儿有女，为什么现在就要住到养老院去？老伴再次试图劝我，在他的思想里，我们有房有退休金，靠儿女养老是理所应当的。人一旦去了养老院，就没了自由，也没了健康。我姓程，72岁，今年夏天我一个人住进了养老院。虽然我有老伴，有儿有女，还有房子跟退休金，但我依然觉得这是一个正确的选择。当初我嫁给老伴时，我们都是厂里的一线工人，老伴身上有许多优点，他为人慷慨大度，厚道有礼。正因为如此，虽然他家境贫寒，我还是选择嫁给他。我的父母很喜欢老伴，觉得这个女婿很可靠，我跟了他一定能过上安稳的日子。事实上，这几十年的风风雨雨一路走过来，我跟老伴一直相守相伴，在别人眼里算是婚姻的楷模。老伴兄弟2个，他上面有个大哥，下面还有一个妹妹。妹妹出生没多久，父亲就去世了，是婆婆一个人把他们兄妹3人拉扯大，在那个时代是很不容易的，这也造成了婆婆性格强势的个性。我刚进门时，婆婆总是给我立规矩，家里家外她一个人说了算，就连我跟老伴的工资也要上交给她。当然婆婆并不乱花钱，她就是替我们存着，在她的意识里，她还是这个家庭的大家长。
所以她什么都要管。为此，我跟老伴也吵过闹过，因为生气还回了娘家，每次都是老伴又把我劝回去。老伴跟我说，小的时候邻居们总是欺负他们孤儿寡母，要不是母亲后来变得强悍些，他们或许都长不大。说这话的时候，老伴眼泪都流出来了。那一刻我好像有些了解婆婆了。我娘家虽然条件也不好，但是我从小在父母的庇护下长大，父母亲给我足够的安全感。可老伴不同，小时候总被人欺负，人家骂他是没有爹的孩子，是婆婆拿着扫帚把起哄的孩子们打出去，婆婆就像护子心切的母鸡一样保护着她的孩子们。后来跟婆婆相处，我发现我的婆婆其实人很好，她总是嘴硬心软，嘴上总是骂我懒，不爱干活，可等我下班回家，家里的事情她都已经做好，庭院打扫得干干净净，衣服洗干净都收起来了，饭菜做好，然后就在庭院里等我们回去吃饭。后来我生了女儿又生了儿子，2个孩子都是奶奶带大的，都说隔代亲，婆婆对他们宝贝的不得了。我总是跟婆婆说，不要惯着孩子，不听话你就打他们。婆婆笑眯眯地看着孩子们跟我说，我是奶奶，只负责喜欢，如果孩子不听话，你们做父母的打好了，我可舍不得下手。几十年的相处，我跟婆婆亲如一家，跟大哥大嫂、小姑子夫妻都相处得很融洽。那些年婆婆身体很好，几乎不生病，家务活也都帮着我们干。直到12年前，小姑子生病去世，这件事对婆婆打击太大，婆婆后来脑梗中风了。一开始我体力还好，一边做家务一边照顾婆婆，可婆婆后来身体越来越差，我一个人照顾不过来，老伴就试图跟他大哥大嫂商量，让他们跟我们一起照顾。可大哥说自己年纪大了管不了，大嫂说婆婆以前有力气时总是帮我们做家务，所以她不负责养老，都拒绝了老伴。没办法，我跟老伴只得硬着头皮自己照顾婆婆。这心酸的12年从此开始了。整整12年，我几乎没有睡过一个整夜觉。白天我要做家务，还要照看婆婆，婆婆坐在轮椅上大喊大叫，她不认识人，拉屎拉尿的全靠我一个人来。白天婆婆没事就打盹儿，到了晚上她整晚不睡觉，一会要下床，一会吵闹，一会拉屎拉尿，基本上后半夜我都是陪着坐着。后来我实在吃不消，只得跟老伴换班，他身体没我好，他手上半夜，我手下半夜。婆婆虽然中风，但是其他方面状况一直不错，能吃能睡，吃得多拉的也多。有时拉不出来，我就用开塞露，实在拉不下来，我就戴上手套用手抠，每次抠完我就趴在马桶上干呕不止。6年前，婆婆的吞咽功能没有了，从那时起，老伴就带婆婆去医院带上了鼻饲，他又买了料理机，每天早上五谷杂粮，中午鱼肉蔬菜，晚上各种水果，我们打成流质从鼻饲里打进去，鼻饲1个月去医院更换一次。因为婆婆吸收还算好，鼻饲带了6年，她的精神一直不错，因为老伴把营养搭配得很完善，婆婆也很少感冒。这些年，婆婆白天坐在轮椅上，我把车推到阳台上给她晒太阳。我出去买菜都很赶，生怕婆婆在家有个什么，至于任何娱乐项目都跟我无缘。我们厂里的老职工从退休开始，每年都要组织2次旅游，退休这些年我1次都没有去过。刚开始好姐妹还极力劝我去玩，渐渐的大家都知道我家里有个老人，他们问也不问了。别说是旅游，就是去亲戚家做客，我也几乎不去。我们家里有这么个老人，身边不能离人，大多时候我都让作为一家之主的老伴去。
而我则留在家里照顾婆婆。很多老人退休后都想着怎么娱乐，可我总想的是，哪怕让我睡上一个整夜觉，大家都不要来吵我就好了。其实这些年言传身教，我的儿子儿媳、女儿女婿对我们也不错。婆婆每次去医院，要么儿子，要么女婿会开车接我们，然后再送我们回来。每次周末他们回来，也会帮着我做饭，儿媳女儿也会帮着洗碗做卫生，这些我都看在眼里。孩子们的体贴是我们的福气，老伴总是说我们孝顺长辈，孩子们也学我。那时我也是这么想的，我想儿子儿媳、女儿女婿看着我们孝顺婆婆，以后等我们老了，他们也会学我们的样子，好好孝顺我们。可后来我的想法就彻底改变了，我吃了10多年的苦，实在不忍心让孩子们再吃这样的苦了。婆婆是去年冬天去医院换鼻饲时，在医院被传染了感冒，引发肺炎离世的，去世的时候95岁。出殡的时候，家里来了很多亲朋好友，大家都对我竖起大拇指，说照顾瘫痪的婆婆10多年，单单鼻饲就用了6年，真的不容易。可我听了心里没有半点波澜，我内心想的是我终于可以轻松了。婆婆出殡第2天我就进了医院，因为劳累，我直接晕了过去。那个晚上睡在医院的病床上，我从未感到如此的舒服踏实，我实在太累太困了。在别人眼中，我是一个好母亲、好妻子，也是一个好儿媳，可我从没有为自己而活。我知道我的内心一直很痛苦。年轻时，婆婆爱护我，帮助我，我跟老伴又是恩爱夫妻，婆婆老了，我应该好好照顾，可我付出了太多精力，甚至失去了健康，如今的我一身的慢性病。今年夏天，我做了个决定，我也是70多岁的人，我手里有些积蓄，也有退休金，我打算住进养老院。可老伴觉得我们有儿有女住进去会被人笑话，再说了，孩子们都很孝顺。在老伴的意识里，还是传统的养儿防老的思想。当然他这么想也没有错，只是时代变了，孩子们有孩子们的任务，我们不能为了养老去消耗他们的精力，甚至是他们健康的身体，这是我不忍心看到的。如今我在养老院已经住了4个多月，目前我还挺满意的，我还是想劝说老伴跟我一起住进来，在这里我们互相照顾，不要再把我身上经历的磨难传给孩子了，这也是我作为父母最后可以为孩子们做的事情了。时代在变，随着医疗技术的进步，人的寿命也越来越长，养老成了每个人都必须面对的问题。而我觉得我们应该摒弃传统的思想，尽量不拖孩子们的后腿。有儿有女，我妈却想去孙女家养老，现实吗？家家有本难念的经，人人都有难以应对的老人。对于留守地的老人而言，子女们的到来可谓是春雨，是冬日的暖阳，是庇护他们的温暖的港湾。然而，对于小孩留在大城市成为城市的一份子的子女来说，老人的到来却是一个棘手的问题。家里经济条件有限，哥哥家要实施户口政策，老妈的供养问题愈发凸显。他跟我们商量过去，但我家已是鸡飞狗跳。儿子不满意而躲进了单位的公租房里，女儿则由于老妈过来影响了学习成绩。最后，老妈只能白天去我哥那里和儿媳妇相依为命，晚上便回到我们家。老妈的想法真是令人哭笑不得。她认为自己对2个家庭付出很多，我们却没有回报她应得的关心。然而，我们的工作和家庭让我们无法全情投入照顾她，与她的期望产生了差距。她最希望去孙女家寄人篱下，不再因为女儿的不在家而受到冷落。但这样的选择却让我和哥哥都感到无能为力。从小我就觉得自己是一个2婚子女，爸爸从未待过我家，
妈妈和后父对我也没有怎么关心。后来我嫁给了老公，我对自己的家庭充满了期待。然而，老妈的到来让我感到家庭的失落，失去了家的安宁和宜居性。回首过去，我真为对不起老妈感到愧疚。她嫁来的时候无依无靠，对我们充满了期待和关心。如今她已经流露出一种孤僻性格，可能是失去了爸爸的关心，没有兄弟姐妹的陪伴，因此她才与孙女关系那么亲密，期待一种大家庭的感觉。面对老妈要去孙女家养老的愿望，我和哥哥都感到困惑。我们不确定在孙女家过得愉快的过程之后，会不会将整个家庭关系卷入其中。我们怎么做对老妈关怀有限的同时，又能不对其他家庭成员带来太多影响？老妈的养老问题始终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我们需要给她一个合适的温度，使她能够满足的同时，也能够让其他家庭成员和我们自己有一个更好的生活。这不仅仅是尊重老妈的选择，也是我们对亲情的责任。我们应该以三思之后做出一个适应实际的决策，只有这样才能让老妈过上幸福安稳的晚年生活。可能到最后老妈会选择去哥哥家养老，虽然哥哥的家比较富裕，年过半百的人来说，更加温暖的家庭环境也是一个舒适的环境。我也会尽量去哥哥家探望他，让他感受到自己的存在和关心。毕竟，养老问题不仅是我们的问题，也是社会的问题。我们应该更加重视老人的权益，为他们创造更好的生活环境。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真正做到孝敬我们的父母，并让他们照顾老人10年。我明白一个道理，长寿老人对家庭没有任何好处。俗话说，老家有藏宝。如果你家里有一个长寿老人，那真的是宝藏吗？今天，肖编带你了解一些老人的故事，看看他们的情况如何。李阿姨，我是家里最小的孩子，我和丈夫结婚多年，从未离开过家。我丈夫的房子和我的房子在同一个小区。这些年来，我每次回家看母亲，都是在那里吃喝玩乐。母亲年纪大了，养老的责任自然就落在我身上。我母亲多年来身体一直不好，80岁的时候，她整天都在生病，经常要吃药打针。我就每天去洗衣服、做饭、做家务。起初，我父亲的身体还算不错，但后来他得了重病，比我母亲先走。父亲走后，我更小心地照顾母亲，因为我怕她会伤心。我有一个弟弟和一个哥哥，但他们都在外地，我妈妈也不想去。我从小到大都没有离开过家，我的母亲依赖我，妈妈只想和我一起生活。年纪大了，有时身体不好。有一次我去母亲家做家务，在大厅里拖地，不知道为什么，我感到头晕目眩，在黑暗中摔倒在地。当我的女儿从学校回家时，她没有看到我在家里，然后她去了我母亲那里，打开了门。她看到我倒在地上，就给我打了120。好在她及时发现了这一点，否则后果是灾难性的。晕倒还留下了一些后遗症，就是不要过度劳累，要好好休息，吃好喝好。后来我丈夫让我的兄弟们回来照顾我母亲，我因为身体原因不能照顾她。我母亲希望我每天都能照顾她。我的兄弟们他们也不太忙。后来我们几个人商量给她找个保姆，但我总觉得保姆是虐待老人的，我也有点不高兴。最后我没有请保姆，而是让我母亲和我哥哥一起退休。黄女士，我家里有2个老人，他们真是苦命的朋友。他们每次见面都会争吵，他们2个都快200岁了，他们经常吵架和骂人，然后我的父母就得安慰他们。我的祖母和我有不同的性格，
他们住在一起的时候经常争吵。作为年轻人，我们经常要吵架，我们活得很累。别人说你很幸运，家里有2个老人。还有人说我们家有长寿的好基因，我也有这种感觉。我觉得我们家很有福气。我不认为活这么久很容易，但是我家里有2个老人，要照顾我妈妈和爸爸真的很不容易。他们是独生子女，所以2位老人到我家里来支援。2个老人同时生活在一起，有很多麻烦，我妈妈也是。3个女人住在一起，成了一出老戏，一言不合就吵架骂人。另外，我奶奶和我姥姥是同一个城市、同一个国家的人。我姥姥很喜欢这样说别人的闲话，看到别人做的不好就是别人的不好，不忌讳。我奶奶是个坚强的人，从来不允许别人说什么。每次听到我奶奶说她，都会找我奶奶责备，说你这个老太婆，说我做了什么，我做什么惹你了。而我奶奶说她做了坏事，她不想让别人说。每次他们这样开始骂人的时候，我总是站在一边，不管不问。而且2位老人家到了晚年，有时像老人，有时像小孩，又哭又闹，幼稚得很。奶奶喜欢阅读关于农村的书籍，外婆喜欢看好吃的东西。他们2个人一起抢电视，每天都在抢，有时还喊打喊杀。爸爸忍无可忍，又买了2台电视机，把他们放在自己的房间里，让他们在房间里看够，不要让他们出来在大厅里吵闹。我今年已经过了50岁，但我还是很怕这2个老人。每次他们吵架，我都很恼火，想捂着耳朵跑出去。家里有老人真的很累人，我们必须照顾到他们的感受。有时他们像孩子，当您沉浸在这些故事中，愿他们激发您的思考，也能传递温暖给他人，不求回报。感恩您一路相伴，期待您的点赞与分享。有不到之处，希望您能在评论区给我留言，我会对每个留言回复。我也迫切地希望能与您就任何话题进行交流。愿我们一同积累福报，走向更加健康、更幸福的生活之路。